说桥和隧的关系。在南浦大桥的时候也有桥隧之争，但是基本上是一边倒，采用了桥梁方案。到了杨浦大桥以后，桥隧之争这个激烈程度就抬升上来了。我桥梁造价可能是隧道的1/3，但是我要大量的动拆迁。我说我们搞技术的不光要把技术本身要搞好，还有一门学问，就是怎么样能够打动政治家的心。周总，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白云说税节目。您现在在做周梁说桥，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说桥和税的关系。早期的话，我们是有桥没有税，有税没有桥，桥和税是两个方案当中只能选其一的。后来的话是桥税结合，这么一段历史的话，我想我们能不能从我们早期我们上海黄浦江上曾经有过的桥税之争说起。关于这个杨浦大桥这个桥税之争，我倒是不是最清楚，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从事桥梁专业这个设计工作有40多年，对隧道呢，应该说自从看了你的这个白云说税节目以后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刚才你问到杨浦大桥当初的桥税之争，我的印象是比较深的。我当初90年代初的时候工作也就大概7、8年时间，那么参加了杨浦大桥的这个方案认证工作。我记得很清楚，在南浦大桥的时候也有桥税之争，但是基本上是一边倒，采用了桥梁方案。到了杨浦大桥以后，桥税之争这个激烈程度就抬升上来了。为什么？因为全税的方案有它的优点，但是也有它的缺点。全桥的方案也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比如说，我桥梁造价可能是隧道的1/3，但是我要大量的动拆迁，那么这个也会对居民有干扰。另外一个，我桥梁对极端气候，它就有一些限制，对吧？比如说台风啊，这个暴雨啊，有时候就要限交通了。那我隧道在下面就更好一点。那么隧道呢也有它的问题，造价高，另外一个它的运维成本可能比桥梁也要高。所以当初我记得很清楚，以我们李国豪校长为一派的桥梁的专家，还有我们刘建航院士一派的隧道专家，这些老先生对技术方案的争论应该是非常激烈的。当初的上海的市长朱镕基同志亲自跑到会场发表了他的意见。这个在我们现在这个项目认证里面很少看到有市长跑到这个认证会上来发表意见。他说，作为浦东改革开放的象征，那我要让老百姓看得到摸得着。他用非常通俗的话说，我这个金字招牌要贴在脸上，不能贴在屁股上。所以最后这个方案实际上是由政治家拍板的，而不是由我们技术专家拍板的。是的，实际上基础设施项目不光是在这个中国，在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当我们的这个技术这个专家和政治家的观点一致的话，这个方案呢就比较容易推进。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瑞士的一个国际会议上说，我说我们搞技术的不光要把技术本身要搞好，还有一门学问，就是怎么样能够打动政治家的心，让他来接受你的这个观点。这其实也是一个我们工程师的一个素质上的要求当然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您刚才说的一个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说朱镕基的话，他当初是从这个形象上考虑的。那么隧道的，你刚才也已经讲到了，它虽然造价是比较高，但是它拆迁的成本低了，是不是？还有一个现在要考虑战备的什么，这个隐蔽性也好一点。然后那个桥的相比之下呢，当然那个汽车的这个耗油或者耗电量要大一点嘛，因为距离长了嘛，是吧？所以这个确实是比较难说的。可是我们说黄浦江因为这个宽度也不超过1米，那么要么就是桥，要么就是隧。
可是后来我们的建设的本事也越来越大了，我们开始要跨越长江，或者甚至于这个海岛上去连接。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说，单纯的是桥或者隧道似乎都不怎么好。然后呢，就有一个桥隧结合。我不太清楚，在这方面，你对于这个长江上我们做一段桥一段隧道的情况，你了解的怎么样？我记得当初你们院是搞方案的。这个随着跨江跨河的这个跨度越来越大，工程规模越来越大，就是桥隧之争啊，还是存在。但是到了崇明长江越江工程的时候，我们上海城建院是作为工科研究的主持单位，就承担了这个工程的研究。我记得当时既没有采用一桥到底的方案，也没有采用一隧到底的方案，最后采用的是南隧北桥。整个工程大概是25公里左右，那么隧道大概是9公里长，桥是1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全桥方案呢，在南港这个航道啊，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因为它的航道等级是要求比较高的。另外一个就是长江这个出海口啊，它的航道，它的轨迹是在漂移的，所以你桥要做的话，跨度可能就要2000米以上。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桥梁工程当初来说，就这个跨度比较大。另外，你还要考虑这个浦东机场未来的这个线控的要求，对吧？你桥塔不能做得很高，对环境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最后在南港采用隧道方案，主要考虑的就是航道；北港我们采用的就是桥梁方案，因为北港它的航道要求不是太高的，那么航接线基本上也是稳定的，所以采用700米左右的主跨，基本上能解决它的通航问题。所以最终崇明长江越江工程啊，就比较合理的采用了南隧北桥方案。那这样的话，就既解决了我大跨境桥梁产生的一些问题，也解决了我长距离隧道，而且是大直径的这个隧道，它这个施工的这个长距离的，当初来说应该比较难的，所以解决了这2个问题，采用南隧北桥，现在看来是比较合理的。对，现在运行下来还是效果不错的。后来呢，我们开始建设这个港珠澳。港珠澳的话，它和崇明长江那个有个差别，就是这个岛，我们是桥和隧是用那个长兴岛，一个天然的就是一个岛。那么到了港珠澳的话，不是的，它实际上是一段用桥，一段用隧道，可是还中间没有岛的，还专门再建一个人工岛。那么我是当初是隧道这个组的这个专家组成员啊，这个桥的方面我倒是没有什么参加这个方面的讨论，不是了解的太详细的。这方面你知道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港珠澳前期研究的时候，也有一桥到底的方案，也有一隧到底的方案，但是最后采用了就是桥隧结合的，用人工岛的形式把它们连接起来。那么为什么没有一隧到底呢？就它在伶仃洋这个海域啊，它的通航等级要求高的，它是30万吨的通航要求，比我们长江还要高多了。它因为是跨海洋的嘛。另外一个，它那个地区啊，也是一个机场非常多。如果你做桥的话，你这个2000米以上的跨境，你这个桥塔就高了，桥塔要200米以上。那么对这个航空的线控要求也是压制了它跨境也不能太大。另外一个，它就是伶仃洋海域啊，它有这个海豚，对吧？这种生物保护，还有它的水势啊，就冲刷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我记得珠江水利委啊，它要求的主水力要低于10%。那你如果全做桥的话，你这个达不到要求，达不到要求的，所以就必须有一部分是隧道，一部分是桥梁。所以港珠澳的这个最后采用的这个桥隧结合，也是根据这个地形环境、这个运营情况，对吧？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全部隧道的话，这个造价当初也计算过的。隧道当初的，因为它是深海，地形复杂，它有软土，还有岩石，这个非常复杂，所以它的造价当时算了一下，每公里要107亿。桥梁呢，大概20个亿，也就是1:5的关系。所以你这个如果全部采用隧道的话，造价太高了。所以最后就采纳了，就是有一部分前水区的还是用桥
来解决，所以它最后是55公里的话，总长的话，它桥大概是30公里左右。港珠澳的这个隧道它是8车道，实际上它是用的叫我们隧道说是城管法，因为邓沟的话它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尺寸，如果说好几条了，有一条现在最大的邓沟也不到20米啊，也就是说3车道。它这个8车道的话，那不是要做3条隧道了嘛，是吧？所以港珠澳的城管隧道做完以后，实际上它的船啊那些装备什么，它还是后来在深中通道也用的。包括这个技术啊，它有的也还是传承。当然，深中通道它还是有一些这个技术进步嘛，有个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深中通道它已经开始用复合结构，就是钢结构里面包了混凝土的，对吧？然后港珠澳的话是全部就是混凝土结构。然后的话，深中通道做完以后，我们还有大连湾隧道也是用城管。现在看来哈，我们是这样一个阶段，最早是这个桥隧这个相争，现在嘛是桥隧结合，越来越多的土木工程现在是采用的是桥隧结合的方案。